啊。加拿大，我15年以前来加拿大，加拿大是天堂，非常好，太漂亮了。我当时都感动的，就是那个夕阳西下的时候，那个海天一线那个状态啊，就是我非常的兴奋。我说这个地方就是天堂啊，空气都是甜的，空气是甜的，水也是甜的。哎，我们一定要把列治文弄回来。路不拾遗，夜不闭户，真的是他妈路不拾遗，夜不闭户。没有刚才这些人，没有这些人。我告诉你们一个 YouTube 视频，500万、489万观看量了，一个白人小年轻90后拍的，叫 Vancouver is dying， 4年前拍的。Vancouver 就是温哥华的英语 is dying， 自己去看一下。Vancouver is dying。你只要看5分钟啊，不，你只要看5秒钟，你就知道我在说的列治文正在发生什么了。就是5秒钟之后，你就立刻能理解，如果我们不阻止这件事的话，不用10年，列治文的市中心就会变成那个样子。Bright House 到 Richmond Center 之间就会变成那个样子，越来越多。因为 Bill 44和 Bill 47正在 Richmond Annual Book 里边兴建，正在兴建。你们打开列治文市政府的年报，你们马上能翻到这一章，他会告诉你有多少户正在建设，告诉你300多户，不是30哦。正在兴建的意思就是很快会建好，你们知道吗？你们参与了吗？这不就是清末的大洋馆吗？所有中国人，不论他在海峡哪边、大海哪边，都立刻会想起林则徐时代中国人在干什么。所以这些法律必须修改。如果我们不能修改的话，我们就什么权利都没有，他们就顺利的把这个毒品屋都给建好了，就我们一点招都没有。那么更深层次的根源是什么？深层次的根源上是票仓。虽然是有产业链，虽然是有义工，是有这个 NGO 组织在从市民、再从纳税人手里拿钱资助这些人，给他们提供食品，给他们提供药品，给他们提供粮食，给他们提供房屋，是有一个产业链。但是这个钱并不是主要的，主要的是什么？票仓。因为这些人不是低收入人群，记住啊，不是低收入人群，是无收入人群或负收入人群。一旦低收入人群或负收入人群或无收入人群住在这个区域，这个区域的投票马上就会变色。很好理解吧？如果都是我这样的纳税人，我们投出来的一定是保守派，一定是维护社会价值、维护既得利益群体。比如说基督教的主流文化、文明、家庭、孩子，一定维护这些。低收入的、无收入的、负收入的，他支持的什么？他支持什么？救济、补贴、福利、加税啊，给有钱人加税，发给我们。我们支持的是减税发展经济，他们不是。变性、吸毒、毒品非罪化、禁枪，当然让你禁枪了。老百姓人人有枪，他就不敢砸那个砖头了。你拿禁枪太好了，我操，你手无缚鸡之力太好了。所以我们之间可以说是针锋相对的，是由利益决定。所以我在此对中国人的麻木非常失望。有一位议员啊，有一位他还没有参选啊，他曾经宣布参选，但是最近他又退选了，就是非常热心的一个华裔，非常热心。他也在那个零下56度 C 接受过采访，叫 James 啊，James 于先生。James 于，因为他跟保守党的 BC 省的党领关系特别好，他保守党，我跟你讲，保守党还是支持我们这边的啊，保守党就是要推翻 NDP，Harper 就是保守党的，过去那个总理 Harper 就是我们加币最牛逼的时候，加币一加币可以换1.4美元的那个时代，就是 Harper 保守党减税嘛，发展经济嘛，开发利用资源嘛。那好了，我们对我来说，这哥们儿跟叫分类啊，他那个中文名叫什么我就忘了，反正都起了一个中文名。这个是个老太太啊，这个老太太呢是保守党的党领 ，BC 保守党党领。这老太太呢就希望她能够集一些票，能够制止这个44和47啊。我刚刚签名的64票，我是第64啊，不好意思，我老婆是第65，3个月。在此啊，现在1600个，在此我把这个投票的签名的二维码扫上，大家一定要签名，扫这个签名，
留电子邮件，留名字，留电子邮件地址，留一个邮政编码就够了就够了，没有其他的要求了。记住啊，进入签名，因为它是个商业网站，专门做签名的，所以它要求你捐赠7加币，千万别捐啊，直接点跳过去 skip。然后呢，他又要你干什么？你再跳过去啊，就除了签名、提交、submit 提交之外，那个涉及到钱，你把它跳过去啊，千万别给啊。詹姆斯和保守党拿不到这7美元啊，那跳过去啊，跳过去之后呢，他又让你散播一下啊，就是传播一下他这个签名。那你既可以传播，也可以直接选跳过去啊就可以了。1000个签名，省议会的通过率，他们有数据的，就会增加好几倍。63个签名，3个月啊，63个签名，我操！我们中国人太麻木了吧？就是我不管，我们不要管别的人啊，因为发起这个签名的是个中国人，他是个中国人，詹姆斯是个中国人，我们不管詹姆斯是哪个党的，我们不管詹姆斯是什么样的这个党派，只要他发起的这个签名是，大家看吧，这个签名的标题大家看了吧？是反对向我们的 neighborhood， 就向我们的邻居隐瞒 facility， 就是隐瞒基础设施建设的真相。就是政府要在这盖一个花公币，要在这盖一个楼，盖个基础设施，到底干什么？我们反对，隐瞒起来，要把这个 facility 啊，这个 public facility 用 taxpayer 用他妈的纳税人的钱做出来的 facility real 真正的目的，真正的在里边住的人是什么样的人，是什么功能，要披露，而且要把这个权利交回给市政府、市议会。你在这个城市落地，必须通过市议会，必须通过市议会和人民的听证。公民能签，公民能签，对，什么人都能签，所以我们必须从点点滴滴做起，从集气做起，不光是给我集气，给所有的人集气，给所有参政、议政的积极的维护我们价值观的华人，不光是华人，各个族裔的人啊，尤其当然从我的频道，咱还是从华人为主吧。我给你们看看，就是严重到什么程度啊？他们在干什么啊？维护。你看看他们在学校干什么呢？我们价值观的华人啊，你们看到了吧？你们看到了吧？开智了吧，弟兄们？是不是开了眼了？是不是开了？你们刚才看到那个 video 了吧？你们看到那个 video， 那是我们加拿大小学哦，1、2、3年级的孩子啊，在我们加拿大的公立学校里边打着彩虹旗，在做骄傲游行。什么叫骄傲游行？你们知道吧？就是同性恋性取向，各种各样性取向的骄傲游行。你是同性恋，我们不会去迫害你，但是请你远离我们的孩子。我们的孩子在学校里上学，不是让他们去做你们的性取向的支持者去了。你们性取向是你们自己的私事，就像我们的性取向，我们是直男直女，我们是异性恋，我们没有要求孩子们在学校里边干这个支持去。拜托，我们也不想搞你们，你们也不要干这些事情。OK， 学校是公立学校。什么叫公立学校？每一分钱、每一砖、每一瓦都是加拿大人民的税款建起来的。每一个老师的每一分工资、每一份加班费、每一分奖金都是我们的税金。他跟官员是一样的，他跟军队是一样的，他跟警察是一样的，教师都是一样，军公教，公务员、军人、警察、教师，军公教拿的都是人民的钱。谁给你的权利，在你的人民名义下，你搞这些东西给孩子们？孩子们性别并不成熟，没到18岁，没到19岁，你不能干这个事情。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加拿大发生的问题。如果我们不团结起来，不站出来，连网上集气你们都懒得集，那我们的社会就完了。真的就是我说的那个，一定要签名啊！大家一定要签名。每一次签名都是击碎这个不合理法案，实现真正人民民主的重要重拳。每一次签名都是改变我们社会风气的重要的因素。千万不要在共产党统治下抱怨自己没有权利，真正给了权利之后又不去用，那真的是他妈的太贱了，那简直！那共产党搞你说操独裁啊、专制、暴政啊，我没有权利，加拿大可有权利啊，你不用啊，网上签名就在那摆着，3个月签60个。说句不好听的，我们他妈使劲签，应该干亲烂肘子都在签，这才是对的。
因为他又没问你是不是公民，他又没有问你是不是学签，你都应该签。为什么？你形成气势，就像游行一样，你在街上游行，反对这个反对那个的游行，支持这支持那个，谁他妈查你身份证啊？你人多势众了，政府就会听你的。因为什么？这叫民主国家。你人民的声音大了就行了。不去呀，都躲在家里啊，躲在家里不好意思啊，把你们家砸了，看了吗？砸的是中国人啊，砸的是中国人的家，砸了，大砖头飞过去了，砸了，毒虫盯上你了，报警有用吗？一天 ，the very next day 就给放出来了，第二天就给放出来了，把白人把小先生的脸都给气歪了，能这么干吗？那是吸毒的毒贩子呀，自己吸毒也犯，怎么就非罪化无罪了呢？吸毒和贩毒只有一个地方是适合他们去的，就是戒毒机构，而不是我们的社区里边，而不是问他们同意不同意戒毒。你们想不想戒毒啊？你们想不想？如果你们不想，你们觉得不舒服，请来这儿，我们安全的给你输毒品啊，我们给你打上一针，让你爽爽的。这是我们加拿大的，错的，这种方式是错的。全世界有很多发达国家，不只有一个加拿大，葡萄牙、北欧都有这个问题，都是高人权国家、高福利国家。人家对吸毒都有成熟的政策，比如说北欧的快乐戒毒，在人清醒的时候，那毒劲过去了之后，你签一个协议，同意我们给你在你发疯的时候采取强制措施，签好了之后，你就进入戒毒流程。戒毒的人还要做什么？还要做快乐的铁人三项，就是戒毒了之后他就有力量了嘛。当然他那个铁人三项，那个游泳啊、跑步啊、那个自行车，他那个都很轻啊，都那个重量都很轻，剂量都很轻。但是呢，这是一种信念，而且他们之间还比赛。我说的是北欧国家，人家就是戒毒啊，快乐戒毒，不是强制，不是把你关进去的，就是在你清醒的时候，你签署同意，然后那劲儿过来的时候，给你桎梏一下，然后你那劲儿过去之后，你确定刚才桎梏你是你同意的，确定。这我们有很多先进经验可以学，绝对不能采取温哥华的模式。温哥华已经失败了，就是已经把唐人街彻底毁了，而且吸毒的人一个也没少。过量死的人一个也没减，每年吸毒过量死的人都在递增。那你温哥华的这个政策就是错误的。吸毒人群唯一一个正确的去处就是戒毒所，那是唯一正确的。我这个叫政治不正确吗？我这句话，如果吸毒人群唯一正确的去处就是戒毒机构，如果我这句话是政治不正确，那政治本身就出了问题。因为我说的是 common sense， 我说的是常识啊。我说的这句话 even 就是连他妈的世界上最邪恶的政权可能也不敢说我是这句话有毛病。我操，这句话还有毛病。它是芬太尼，你知道吗？他们在吸的是芬太尼啊，他们在吸的是芬太尼，不是大麻，比可卡因、比海洛因、比他妈的冰毒还要毒。然后10块20块加币啊，10块20块加币什么50人民币、100人民币就可以吸上了芬太尼。你这个问题你不重视吗？华人，那么影响到我们自己了都。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谈的啊，列治文正在死去啊，非常沉重的话题。如果你们不集气、不重视这个问题，我今天话给你撂这儿，10年之内必成大患，每年300多间的干呀，给你们。你们看看 Annual Book， 你们自己翻翻，不会你们让 AI 给你们翻成中文。你看可负担的高密度住宅那一章，它有一整章，你看看已建成、待建、未来继续建多少？那是10家20家吗？对，芬太尼，所以加拿大这些东西我们必须要把它改。为什么改成我们的天堂？因为它曾经是天堂啊！加拿大，我15年以前来加拿大是天堂，非常好啊！我住在 Richmond，我住在 Richmond 的一个区，我landing那个区太漂亮了，我当时都感动的，就是那个夕阳西下的时候，那个海天一线啊，我住在那儿，哇，那个状态啊，就是我非常的兴奋。我说这个地方就是天堂啊，空气都是甜的，水也是甜的。我这世界上还有这么好人民，我住在那儿啊 ，Richmond 啊，我过马路车等我叫被迫过马路。本来我是路不熟啊，我是想在路口上研究一下地图，结果呢，人家车停一路等着我过，我得赶紧过去，要不然人车不走。那个时候的就是15年以前的列治文，我们一定要把列治文弄回来。路不拾遗，夜不闭户，真的是他妈路不拾遗，夜不闭户。没有刚才这些人，他们也不来。所以你说你们
你们这我操，你这他妈马保定也好，你们这些他妈八面光也好，你们在列治文统治了15年，那马保定当了25年市长，你们把列治文给弄成这操性了，我操，你们还觉得自己特别牛逼吗？你们还觉得自己我操劳苦功高？你们有什么功啊？你们劳苦功高，这些地方列治文不是你们建的，你们把经济弄得一塌糊涂啊！年轻人现在都跑美国找工作，或者回流中国，所以必须把我们列治文的经济搞起来，必须把我们列治文的这个和平街区再弄回来。吸毒的人，我们不是歧视他们，我们不歧视他们，我们要拯救他们。拯救他们正确的地方就是戒毒机构，在充分征求自愿的前提下，戒毒机构对于那些毒贩子，因为贩卖芬太尼而造成死人的这些毒贩子，必须判他25年以上，那还是间接杀人呢，不得保释，怎么可能非罪化？这加拿大的法律要改了，贩毒没罪。贩毒无罪，我操！贩毒芬太尼只要致死25年没商量。我们没有死刑就已经很仁慈了，因为芬太尼这个东西跟杀人是无异的啊。